欢迎收看基因的加密速解读，现在是台湾时间11月6号凌晨12点10分，每周1到5早上8点，我会陪伴大家聊聊重要时事，并一起规划盘势。大家好，我是酷哥。今日主题：加密货币市场牛熊的关键点。那今天开始后面会跟大家分享大家留言的币种，记得看到最后。我们直接看到以太币的部分。目前我们昨天是说短线上面会有续落的可能，但是我们不要去排除反转的可能。为什么？我们来看到周 K 的部分，就跟我们当时讲的一样。如果我们以周 K 来看的话，其实我们还有3、4、5的3根 K 棒要去做收复。那如果这3根 K 棒有办法从周线就直接收复上去，那其实短线上有一个转强的可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现在是牛熊的关键点哦。因为我们从短线上面可以发现出，如果这一个压力有次做了一个假突破，它等等可能转强，强势涨上去。像这一天，这2天川普的嘴很碎嘛，就又说什么要开始了，然后又说股市要再创新高。他说的话能不能信？我们要信啊，大家我们要信啊。因为以往我们都一直在说 Taco 交易，那川普只要讲了一句废话，还是说他儿子到底搞了什么事情，川普就会火速救场。那他的救场到底有没有救到大家？通常好像都是有的，所以我们这次可能可以听一下，这个听一下，就是说我们期望的这个多方的一个趋势，都不是说没凭没据的，而是我们要从价格上面看到一点端倪。我们可能从1个小时 K 来看，我们就来看到说，如果这个位置真的去做个突破，重点要强势突破，最好的状况绝对不会是什么，绝对不会是这样撤，一直撤。或者说它冲出去就弱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比较偏空看待。但是如果今天是真正的假突破，它通常都不会有给你什么时间去做上车的动作，所以它可能会直接冲来这边之后开始横盘震荡，然后再冲，然后开始横盘震荡。这个过程会是非常快速的，因为我一直跟大家提醒，如果你只要做破底翻，你要做个强势拉回，你就要有一个角度出来。大家可以发现，这就是我跟大家做单的不同。我会很期望价格有角度出来，但是这个有角度出来不是不合理的，而是我从盘面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上涨必须要有角度。那什么时候是不用有角度的？只要它是一个缓步上涨的状况，由45度角去做进攻，通常都是一个创高格局。那这时候往45度角去进攻，我不用期望它有角度，但是这时候如果是有一个跌破，我会希望它有角度出来，因为代表这边的地板，这边的筹码是非常有兴趣去进场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短线上面我会期望有角度出来。如果今天这个地方可以做个强势表态的话，这个多方我认为是会有形成一个蛮大的趋势，这个东西是可以去把握的。但是如果短线上面甚至我们看它突破之后，它没有很强的表现，我们就要先请做出场。好，那比特币也一样，我目前比较判断的是这个黄线的部分，但其实短线上来看的话，我都不认为说已经转强了啦。所以这个底部，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偏向冷静去看待就好。如果今天格局真的拉起来了，比特币的话，可能格局会比较需要去做个比较好的修正，可能是这个位置。我认为说这里会是比较多空的关键点。我画一个颜色，好的，紫色看起来都蛮厉害的。好啦，那这个比特币我可能目前就是以这个为多空分界点。为什么会抓比较高因为依照格局跟它震荡格局整理来看的话，我会比较偏向说它这个位置，因为有做了比较多价格测试，那又是偏向一个起跌点，我就会比较想要把这边视为一个多空关键。因为这边的趋势下来其实都是比较偏一个力道展现，横盘都没有出现什么比较好的一个关键支撑价位。那如果这边开始横盘，那就有新的多空反转点可以去做观察。好，我们再来看Solana的部分，其实也是偏比较弱势啦。其实它的价格的话是跟以太币都差不多，但是短线上面它就是比较偏弱势，因为它也是跟比特币一样，没有什么一个很好的多空关键位可以去做参考，可能比较偏空方，我会去空Solana跟比特币。以太币的话就是比较偏向多方操作。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次，我说的所谓的看多方跟看空方都是在看整体盘势。如果我整体盘势偏多方，我就会去找那些我说要做多的去做多。那如果整体盘势偏空方，那我就会找这些我要做空的去做空，而不是空方趋势来的时候我去做多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到 ADA 的部分，整体是比较弱势的。那我当时有跟大家讲，这个位置是可以去做观察的，就是1:1拉下来的嘛，还有这个 K 棒的一半。那短线上面是在这个位置
置，直接拉起来。那比较起来ADA 反而是一个比较好去做多空判断的点，因为它左侧这一边它的整体横盘震荡整理的时间比较久一点，也是因为它的价格它的价格波动没有到那么大，所以它反而有一个比较好去看的点。那我可能短线上会先以这个为第一目标，第二目标就会先放在这边。那这个位置，这个换成紫色的这个位置才会是拉回整体空方格局的关键。如果这个位置站上，我开始多方会比较偏向于趋势交易去做看待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 Zcash， 我的英文不太好，请大家见谅一下。好，这个是蛮强势的一种币这个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讲的，如果要以趋势做单的话，是不是就要找这种多头排列的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选的还不错。这种币种大家最常问的问题是说，我到底什么时候该上车？我给大家现在一个思考逻辑。我们可以看到我圈起来这两个点，这两个点其实都是比较偏向于回档震荡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样子的状况通常都会伴随着什么？你看第一波刷洗，第一波是破底，那第二波是刷洗，破底是破的前方震荡的底跟前面的刷洗。好，那你通常这时候都会很容易被刷下车，那怎么办？这时候通常都是大家比较疑惑的一点。好，那我自己可能会分成两种进单方式。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可能先看到它有一个比较强势的下跌的时候，我会先等一下，因为其实你们可以发现每一次的上涨通常都不会是一根 K 棒就去解决的问题，就是像我昨天说的 ADA 它不可能就直接一根下来就一根反转上去，一定是2、3根的事情，那通常都是会处于一个一天之内要做一个震荡行情，隔天才会开始反转。那我们看到这里的角度，现在是1小时 K， 这一边都是有在做很多的震荡刷洗，那在这边操作其实你相对的会有点痛苦。好，那在这个位置也是，然后那我们就可以先去观察几点嘛。我们先从这个第一个圈开始讲起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先有一个震荡区间，那第二个点是说这一边有做一个跌破，那其实跌破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就要很急的去做空方？不是，而我们要去判断是说，目前来看，要么是偏多，要么偏震荡交易。偏多是什么？我就追。那震荡交易是什么？到了支撑处，我就反手做多。这个是多方式的一个想法嘛。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说，这一边的支撑是跌破了，那它今天上涨一定要有角度出来。那它今天有没有角度出来？有角度出来，所以你未必会进来这边。你可能是进在这个位置，因为这个位置才是真正强势你看到角度的地方嘛。这时候你停损怎么守？停损其实很好守，停损你不能用价格去守，其实你也可以用价格去守，只是我比较不建议，因为会有点乱。我会比较偏向于说，这时候你可能就要去盯盘了，因为其实你在打这种比较强势的单的时候，你就是想要看到它的连续性嘛。你看这边就有一个很好的多方连续性，那这时候你就是要去盯盘，把这个连续性给抱住了。抱住之后，其实这一边是有一个小小的风险在的，因为你会在差不多这个位置去做进场嘛，你不可能，你很难在这个位置进场，除非你有进到，但是我不太会在这个位置进，我通常都是会在这个位置进，进完之后，我先抓一个目标价，抓到这个黄线的位置，就是区间顶的位置，我再来看说接下来价格怎么去运行。但是通常报到这个位置，就代表你要去往上续报，因为这是一个破底翻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到说，如果这边价格弱势了，我可能会先出手观望。其实这一边这一根 K 棒，这一根红 K， 我先把这个删掉。这一根红 K， 这一根，它做了一个下跌，去碰到这个区间顶的时候，我就会先行做出场了，因为这个价格偏弱势，比较需要担心的是，它可能会回档到比较深的位置，这个就是比较需要去担心的获利回吐的部分。好，那这时候会先出场。出场完之后突破顺势交易，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回档，你就去做多方。那回档去做多方，第一次的回档你要视为弱势，所以这时候你不会做出手。为什么不会做出手？因为这边有破底翻，你必须要有角度延伸上去，所以第一次的思考你要偏空去思考，短线空去思考。但是你会急着去空吗？你会，因为你会需要看到延续性。这边没有延续性出来，反而这一根 K 棒一走，它就停下来了，所以你就要去小心，空方就要小心。好，这时候通常以观望为主，反而是这一根红 K 的时候，你才会去思考说你要不要去进单。但是这一根 K 都还没有去决定你要不要去进单因为这一根都还是下跌趋势，你其实要去确认的是这一根止跌 K， 这根止跌 K 之后，下一根又在止跌，下一根往上延伸，
这时候你就可以比较偏向多方的趋势反转去做看待，短线上的趋势反转，然后去顺势做多方嘛，这时候才是你真正该进场的时候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逻辑，你要等回撤，但是回撤你要注意到的价格细节非常的多。这边是破底翻，破底翻起来之后，价格弱势，你要等完之后看到 K 棒确定支撑，确定延伸，你再去做多方操作。那要报到哪里？现在都不该是停下来的时候。如果你真的要去报一个很好的一个大波段，你至少要等这个黄线被跌破的时候，你才要去做一个出场。那其实黄线跌破去做个出场，都是因为你进在这个位置。如果你进在这个位置，我认为是可以守深一点的，你可能可以守到这个位置。那你这个都是比较偏多方顺势操作来做思考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到 X-Trail 的部分，那这一个是很久没有看到它了。从它上交易所来看，前面是有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上涨跟震荡刷洗嘛，那短线上回落之后，这个区间是没有去做跌破的。那我们可以发现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这边的高跟这边的高跟这边的高，好像开始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进行转变了。那这边的低跟这边的低，好像都没有像高跟高之间来的落差那么大了。那这个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收敛三角形嘛。那收敛三角形下跌的收敛三角形在表示什么？空方有买盘在接，但是只是看起来像弱势，所以我们目前可以看到这一边有做一个突破，有压回。那突破又压回的时候，就代表这个收敛三角形其实不太能看，但是我们可以先确定一件事情，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底部的成本在做支撑。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去观察说，如果今天到这个位置，价格会去怎么跑？但是我不太建议说可能到这个位置才去追啦，我可能会比较偏向说我短线上面就要去找买点了，因为这种盘它涨上去，它的震荡刷洗可能也会很丑，它可能会这样，这样很丑啊，你这样很容易就被刷掉了。所以这种盘要去小心的是，它很难会给你直接的跑上去。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一个观念，是时间换取空间，你会需要给它一点时间去做横盘震荡整理，往多方去做一个运行。好，那这一支的话，我可能短线上面不太会去做观察。如果它今天又有往这边去做触摸，甚至去破底，我可能会小小去做观察，说它的底部的价格反应。那如果底部有价格反应的话，那我会去做多方，而不是去做空方，因为底下有买盘。其实要怕的就是像这一根，如果后面像这一根一拉上来，你的空单会很难去设定保利或者说停损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 ZK， 那这一支的话比较特别哦，我拉到比较长天期来看，这一支是近期算蛮有讨论度的嘛。那这一支的时空背景也是偏比较惨一点的嘛，前方是做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下杀，后面这一边做了一个震荡整理后假跌破了，跌破完之后又往上去做个运行。好，那我们了解的长线上面的一个状况之后，我们来看到短线上面，短线上面就是做了一个假跌破，那我们有设定这样子的区间可以去做看待。你可以看得出我画出这个鬼东西哦，那这个鬼东西不是代表它接下来就是这样走，而是要跟大家说，就像我前面说的，这边破底翻必须要有角度出来，但是如果它今天短线上面没有角度出来，它就容易走出这样的走势。那如果走出这样子的走势，其实也不能把这一块当成底部的，你可能还是要比较偏向很单纯的偏向横盘震荡整理来看，也是要偏空方，除非今天整体盘势有变得不一样。好，那你看到现在这根 K 棒是偏比较弱势的，那可能短线上面就会做一个比较丑的一个刷洗，但是不代表不会偏多方来看，而是它可能会先破这个区间底，那再往上去做收复，开始一直做横盘震荡刷洗，这种都很丑。只要这种底部刷下来的，要做一定的震荡刷洗，第一波的上涨，通常刷洗会被特别难看。那这时候其实要做都很难做，你再难看的盘，你就只能确定一点，你的成本一定要很好，所以你要很积极的去做震荡操作。那如果要不减成本的话，目前短线上这一根 K 棒是比较偏疲弱的，达到压力位的。
那这里我可能会把成本位置放在这边，但这个也不是我会想要去观察的。那这个就是我短线上面的看法。好，那这是 open， 那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。那它短线上面的价格真的是很丑啦，你要做空也是难做，你要做多也是难做。那如果要做的话，会有2种思考方式，一种是假设它站上这个区间，假设它今天先来到这里这个位置，那我会希望它先强势跑到这里。强势跑到这里之后，我就可以去期待着它会直接反转到这个位置。好，但是反转到这个位置之后，我就会比较偏向大区间做横盘刷洗了，因为你这边做一个扣底之后，前面的下跌其实是蛮丑的，是一个非常恐慌性的卖压，所以如果要做的话，这一支偏混乱，我也不太会去看它。但这个就是我一个多方的一个很简单的思考，但是短线上面还是比较偏空方去看啦。但空方我也不会抱很远，因为都是一个震荡盘的角度来看，这种创新低的，尤其是加密货币，你很难去判断它的底部到底在哪里。所以短线上面有区间去规划，我可能就只会去看到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，我跟大家大概总结一下哦。目前短线上面的资讯是说，川普可能要进行 tackle 交易，可能会引来反转。还有说牛熊的关键点是你要关注比特币跟以太币。那比较可以看的就是以太币的关键牛熊点会比较还好抓一点。那比特币的话，你可以先把它先行当做震荡区间来做判断。那其余币种的话，我可能都会比较偏向独立行情来做看待。那从前面到现在，从前面的上涨到中间下跌，这阵子的下跌到现在，整体币种的强弱都一直在做转换。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比较频繁的去更换你自己的多空的选项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确定这件事情，就是等今天趋势真的延续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确定谁比较弱，谁比较强，我们那时候再来判断就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讲解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重要资讯。如果你要想要看我规划的币种，记得下方留言，我会在下一次的影音进行讲解。谢谢大家，大家拜拜。